饒恕與內在醫治的真理。有一次在小組中，一位姐妹分享時，突然哭了出來。她說自己已經信主5年，參加敬拜，服事也很投入，但有件事一直像根刺，深深卡在心裡，讓她怎麼禱告都覺得卡卡的。我以為我早就放下了，她說，但只要想起那個人，心裡就像被攪動一樣，甚至會有報復的念頭。我以為我饒恕了，但我好像只是沒再提起而已。我們都靜靜聽着，因為這種心情，誰沒經歷過呢？你呢？是否也曾說過，我沒事了，我早放下了，但其實只是把那段傷痛鎖進心裡最深的抽屜裡。那個人可能是你的父親、母親、朋友、前任，甚至是某個教會領袖。你以為你饒恕了，但某天一個類似的場景或一句話就讓你情緒炸裂，甚至開始懷疑信仰到底能不能真正醫治你的心。這一刻，我們不談饒恕應該或你要大度這種道德式的口號，而要走進聖經的真理，探索一條通往真正自由與醫治的道路。現代心理學中有個概念叫情緒記憶殘留，即使你不再主動想起某件事，但那段情緒仍以某種形式存在體內，可能表現在焦慮、易怒、身體疼痛，甚至對某些人特別排斥。這不就是我們很多人的狀態嗎？來看看幾個常見情況。A 先生，我爸總想罵我沒出息，現在我拼命工作，但我不知道是為了成功，還是想讓他後悔看輕我。B 姐妹，我交往時被劈腿，信主後以為放下了，但看到他婚禮的照片，還是心跳加速，手發抖。C 弟兄，教會裡曾被一位長輩公開羞辱，我說沒關係，但自那以後，我不再主動參與服事。有些傷口表面上看不到血，但其實流的是靈裡的淚，而這些未被處理的傷，會阻礙我們與神的關係，甚至偷走我們內心的平安。什麼是真正的饒恕？不是忘記，而是放手審判權。我們常以為饒恕等於裝沒事，不再想起，或自我催眠說我早放下了。但聖經給我們的定義遠遠不同。親愛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寧可讓步，聽憑主怒。因為經上記着，主說，伸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羅馬書12章19節。饒恕不是否認傷害的存在，而是承認，是的，我被傷害了，但我選擇把審判的權柄交給神。饒恕不是釋放對方，是釋放自己。當你不饒恕時，你就像是喝下毒藥，卻希望對方痛苦。你以為你在懲罰對方，實則是你自己的靈魂被困在憤怒、苦毒與報復的地牢裡。饒恕是選擇不再做那位控訴者的角色，而是讓神做真正的審判者。你不否認那人錯了，但你也不再扛着審判的重擔走人生。耶穌在十字架上說了一句極其震撼的話：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路加福音23章34節。你有沒有想過，耶穌說這句話的對象是那些正在嘲笑他、鞭打他、釘他上十字架的人？這不是一種道德高尚的表演，而是他知道，若心裡充滿苦毒和報復，
就無法完成救贖的使命。耶穌為什麼選擇饒恕？因為他來是要釋放你，也醫治你，而你要活出這樣的自由生命，也需要進入這份饒恕的真理。內在醫治不是一勞永逸，而是一次次被真理擁抱。很多人以為信主後禱告一次，醫治就會完成，但就像身體的手術後還需要復健，靈裡的醫治也常是個過程。你可能已經饒恕了一次，隔年卻因某個事件被激發回原點，這不代表你沒進步，而是神在更深的層次上帶你走向真正的自由。內在醫治不是遺忘傷痛，而是即使想起也不再流淚，不再苦讀。當你願意一次次回到神面前，讓他的話語來代替你內心的控告、羞愧與受傷，那醫治就會慢慢滲透進你靈魂的每個角落。經文是一位年輕的基督徒，從小在家中遭父親暴力對待，信主後，他努力追求神，也參與各樣侍奉，但在一次父親住院時，面對父親無助的模樣，他的情緒整個潰堤。他對輔導說：“我不想見他，但又恨自己這麼恨他。我也知道要饒恕，但我做不到。”輔導沒有責備他，只是陪他走了一段禱告的旅程，誠實對神說出那些憤怒與痛，然後一點一點的交托。幾個月後，他再談起父親，眼淚依舊，但語氣卻溫柔了許多。他說：“我不能否認他傷害了我，但我願意把這個人交給神，因為我不想再被綁住了。”這就是饒恕與內在醫治的真實樣貌，不是完美，但自由。許多人以為是我先被醫治，所以我才有力氣饒恕，但聖經常常是反過來，是當你選擇饒恕時，神才開始醫治你。因為饒恕是一種信心的行動，你相信神的公義高過你的情緒，你相信神能處理你處理不了的事，你相信他不只愛那個得罪你的人，也深深愛你這個被傷害的靈魂。結語，讓饒恕成為你走出陰影的開始。親愛的弟兄姐妹，神沒有要求你假裝沒事，也不會用你應該饒恕來壓你。他知道你的痛，並親自陪你走出來，但你必須做出選擇，是繼續被過去的人與事綁住，還是願意把審判的主權交還給神，好讓你自己得着自由。你會發現，真正困住你的，從來不是那個傷害你的人，而是你不願放下的那把鎖，而那把鑰匙早就在耶穌的手裡。若你願意，今天就說一句話：主啊，我願意學習饒恕，雖然我還沒完全能做到，但我願意開始。這一步會是你走向內在醫治，走向自由人生的關鍵起點。